你的灵符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记忆啊？难不成真的像司马江说的那样，你就是廖廷琰，你只是丢失了这段记忆？这就是我现在困惑的东西。如果我在灵府看到的是真的，那说明我姑姑的记忆是假的。况且，如果司马娇心里有鬼，他也不会执意带我去搜姑姑的魂。所以，你怀疑你爹一直在骗你？我不想这样想，但种种迹象就是指明了这一点。可是我爹曾经以命救我，这是真实发生过的。而且我们一起生活了18年，我实在不愿意相信他会骗我。那你能不能试着再进灵府，弄清楚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我尝试过，但我修为太低了，进不去。那接下来，你打算如何？我打算弄清楚真相。那是我。哎，红罗。多谢恩公为我祭魂托生。近距离瞧瞧，果然是个粉雕玉琢的俊朗郎君。红罗，你怎么刚回来就油腔滑调的？这才是红罗姑娘的风范。你怎么也来了？那自然是庆祝我们红罗姑娘重新归来。收收你那些花言巧语。哼，没想到我们换个地方聚齐了。那正好，晚上我们3人照常小聚。那照旧，唱歌投壶。那得不醉不归啊。红罗这么小呢，能喝什么酒？也是，喝茶。我能喝酒。来。啊，原来这里是情敌相争呀！什么？一个是曾与你海誓山盟的仙门师祖，一个是和你青梅竹马18年的生死搭档。唉，难选呐。那这所谓的海誓山盟，是烟消云散了，还是从未有过呢？你看阿燕的心里，可有半分跟她的记忆？确实。来，不聊这些了，我们今天以茶代酒，庆祝红罗重归。来。按师祖吩咐，弟子做了些能帮庭砚师姐恢复修为的丹药。还是太苦。师祖，良药向来苦口，师姐定是明白的。重做。可是师祖，重做的话又得重新取血，您的血如此宝贵，这也太浪费了吧。弟子定倾尽全力。车主，弟兄们将整个城都搜遍了，完全不见石千旅的踪影。那就去其他城搜，天涯海角也要把这个混蛋给我挖出来。是。红罗归来，一切无恙。书灵，等我回去看望你。走，转战下一城。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管这些了，当务之急就是趁着他被阵法所伤，将其擒获。
都记住了，要留他活口。是仙侣。石仙侣，你兢兢业业准备了几百年，费尽心机搞了个百凤山，就是为了把庚辰仙府握在手里，再不必受司马氏的牵制。在这种快要成功的时候功亏一篑，你开心吗？师长们，百凤山真的是你所为吗？别信他的，他血口喷人。司马娇，我以为你良心未泯，处处替你维护，没想到你视人命如草芥，那收管弟子们护不住你了。各位，莫要听他挑唆。对，他的意思是想让我们庚辰仙府陪着他一起死。要是他把灵火完全熄灭，这才是最糟糕的。想要我的命，痴心妄想，就凭你们这些东西，还降不了我。石仙侣，你果然已经攻至大成，难怪要加紧在百凤山暗中行事。让我猜猜，你恐怕还在何处蓄养了另一簇灵火，想利用我司马氏的秘密，达成你的目的。灵火，司马娇，你莫要再信口雌黄。我若与这里同归于尽，不给你留半分的凤山血脉，你也不用再做你的春秋大梦了。想豁出性命和我们一起死，合力阻止他。没用的。司马娇，你好像真的是强弩之末。身体快崩溃了！你在害怕，真正该害怕的是对面那些东西。司马娇，你要是实在太疼就算了吧，反正都要死了，没必要为了他们延长自己痛苦的时间。毕竟我今天要交代在这里。不过，假期有这么久，我也挺满足的。
我的天命就是，我注定会过上闲云野鹤、吃喝玩乐的日子。师祖，我不用给您陪葬了吗？你不想死？当然不想死。我对这天地已无留恋，而他却只想好好活着。算了。什么算了？他这是要做什么？师祖，走。师祖，快走！你走不动了吗？走不动了，你快自己逃吧。你再撑一下，起来！你连逃都不会吗？起来，师祖，再撑一下。你要带我一起走？对。你是想死吗？不想。你带着我走就是找死，你没那么傻吧？这不是傻，你救了我那么多次，振作一点，你告诉我逃到哪里比较安全。你快走！师祖，司马交，司马交，你快醒醒啊！司马交，他脚上的是什么？怎么在发光？这是哪儿？我为什么好像进了别人的地盘？既然有缘来了，便不要急着出去了。孩子，看来你还记得我。果然是你。你是来杀我的，还是来救我的？杀人亦或救人，都有可能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我需要解开一个问题。如果没有耐心给你解答呢？这个问题不是由你来回答的。燕九。你醒了，来，感觉如何？若离，我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师祖呢？师祖现在怎么样了？当时施家人察觉了你的行动，袭击了你，我趁人不备将你救下，悄悄将你带回了我这里。师祖那边你且放心，施家和几大宫的人没能制住他。不过，师祖和庭燕
现在下落不明。下落不明？那我得赶快去找师祖。哎，等一下，你现在去找不过是添乱。先坐下。现在外面施家和几大宫的人都在到处寻找师祖的下落，你此时去找，非但会引人注目，而且更有可能像这次一样让自己受伤。可师祖那边……你放心吧，我相信他和庭燕既然有办法逃脱，就定会没事的。这样，我行动比你方便一些，我现在出去打探一下他们搜寻的结果，你在这里等我便好。我施家几百年的心血啊，被这小子给毁了！待我完成100年大计，我定要扒了他的皮，抽了他的筋！掌门，弟子将附近搜查了一遍，并未发现司马昭的踪迹。他已经无力反抗，这片刻的功夫，怎么可能无影无踪？去找！去找，掘地3尺，也要把他给我找回来。是。父亲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司马昭在围剿中身受重伤，以他的体质，就算多伤几日，也无济于事。而现在我的计划已经暴露。拜峰山一回，入京之计，就是趁他身负重伤，重新把他再封印。可是百峰山的事情泄露了，我担心八大宫因此会对我们的计划。八大宫现在着急抓司马昭呢，没工夫去深究这些。真是，把这里给我收拾干净，知情的人一个都不能留下。是。姑娘是魔域的魔修吧？我是魔修。若是让掌门或其他公主知晓你的身份，你觉得司马昭还会护着你吗？我觉得，即使我是魔修，我应该也没有伤害过人吧。姑娘不用紧张，我知道。哦。我的双眼可见善恶，所以能够知晓。你并非邪魔之流，那就好，吓死我了，还以为要被你收了。多年前，我在三圣山见过司马昭一次，那时候他年纪尚小，就显露出了超乎常人的心智与悟性。我当时给他取了慈藏作为道号，便是希望他对生灵有慈心，能将他的杀心归藏。在我所预见的未来里，他会以一己之力毁灭庚辰仙府，几乎颠覆了整个修真界，更是屠杀无数无辜的凡人。是沃土变成胶原，是仙境沦为地狱，导致生灵涂炭，犯下滔天罪孽。师祖他虽然看起来残暴，但他并不是滥杀的人。万事万物都不是绝对的，就算是死路，也会有一线生机。我在他满是血腥杀戮的未来里，窥见过一丝生机，所以我预言，他会等到一个转机，一个会改变他的人。那个人是谁？此地是那人幻化出来的灵境，再过半日，这里便会消散。哦，怪不得这天都不会黑的，也没有追兵。哦，对了。
了，那个高人让我转告给你，说这个世间还有其他灵火存在，什么意思啊？恐怕是诗仙侣私自蓄养的那簇灵火，还未熄灭。诗仙侣为何要饲养灵火？灵火不是你司马一族才能供养的吗？你可知晓，司马氏一族飞升成神之事？庚辰史上有写，许多年前，司马一族有许多仙人大能们借助雷劫飞升成神。飞升成神，只不过是这世间的一个笑话罢了。从前，没有仙人飞升，这天地间便会灵气充裕。这我知道，书上说，是因为仙人飞升，神界与下界之门连通，灵气注入凡间。真实的缘由是，那些飞升的仙人，并没能去往神界，而是消散于这天地之间，神魂与肉身化为了精纯的灵气，反哺于这世间。如今，司马氏一族即将灭绝，便是这冥冥之中的气运天道，要灭司马氏。怪不得八大公跟师氏敢这样毫无顾忌地算计你们剩下的司马氏族人，就是因为知晓，那些所谓飞升成神的显赫风光，都是假的。除了司马氏一族的人，无人知晓，结束飞升诅咒的方法，就是融合灵火。啊，这种惊天大秘密你就告诉我了？对你何需要有秘密？现在看来，诗千缕是知晓了这个秘密，才起了贪心，所以他养灵火，想获得长生，是吗？对，他创造了百凤山，就是要以换血秘阵获得凤山血液，这样他才拥有融合灵火的基础。可我如今已经毁了百凤山，他应该无法继续供养灵火。但照那老东西所说，诗千缕那簇灵火未熄，说明他在别处还藏有凤山血脉。换血来获得长生，诗千缕胆子可真够大的。你现在是不是打算除掉他？杀了他如何能够？我会在滋养诗氏一族的9座灵山埋下暗火，待我找到诗千缕的那簇灵火，我便一并点燃灵山的引线，摧毁诗家100年的妄想。可是你刚醒过来嘛，要不还是先养养伤吧。我不会医术，你要是再倒下了，我救不了你怎么办？无妨，毁掉诗家的阴谋，我方法多得很。只要我不想，无人能伤我性命。那你现在还想死吗？你费那么大力气救我，我便活着吧。那我们接下来去哪儿啊？去找诗氏一族的人。你有什么变化吗？不会是因为神敲，所以你不用睁眼之时都能听到我心里话了。这些事，你在陈学府上没听父子讲过吗？廖廷烨啊，廖廷烨，以后还是认真听几堂修真界生理健康课吧。你想的这些，我都听得到。1得1，2得4，3得9。祖宗，不会在我激动时的每一句脑内想法，你都能听得到吧？不至于一字一句那么清晰，不过，如果你要是骂人，
那我是知道的。我劝你平心静气为好。你还有脸说我？你这个动不动发怒的！44165525。你每日除了想吃想睡，还能想什么？害怕让我知道的事儿？您恐怕是对我的认知不够全面了。我在的那个世界，信息爆炸，有各种各样奇葩的东西，恐怕是要超出您老人家的想象啦。我还是背会儿乘法口诀清清心吧。我倒真没见过这样的，不愧是魔域教出来的，让我大开眼界啊！求你别看了。算了，从今天起做一个心平气和的人。说起来，我和这祖宗神交后没少在心里骂他，莫非都被他听到了？没错。祖宗，求你不要再跟我的脑子隔空对话了。等等，我之前那么骂司马娇，他都没反应，也没恼羞成怒一巴掌打死我，莫非是真爱？没听见吗？你没听见吗？我要休养生息了，祖宗请自便。请你平心静气，不要搞事。这就是平心静气啊！你有你的床，你回去睡。我的床榻就在这里。以前入睡不是还有问题吗？现在睡得比我还快。咱俩到底谁是咸鱼呀？花容雪到，齐乐天到，永令春到，永时秋到。也不过如此。摸吧。哇，摸鱼啦！你也太懒了吧，自己喜欢摸鱼，却要别人抓到你面前才肯摸。这片湖名为云空镜，这个就是运灵飞鱼。它们吃的食物都是用最精纯的灵气汇聚成小颗粒的。这么金贵，那这鱼我可摸不起。我们赶紧把它放回去吧。可我听说，这冰蓝鱼
能美容养颜。那得摸。等你摸完以后，这鱼还能烤着吃掉。在别人的地盘摸鱼是不是不太好啊？不过有师祖你撑腰的话，这一条鱼是不是太少了？难得我主动下厨，排面得安排上吧。怎么就你能抓到那些鱼？这个才叫摸鱼。什么都不做，反正我是什么都不做了。谁能给我抓到好多鱼，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。我超喜欢、超崇拜的。会抓鱼的男人也太帅了吧，好让人有安全感。能抓到的都是超绝厉害。别废话了。辛苦了，过来我给你擦擦汗。这点小事还不至于让我出汗。来嘛。你蹲低点。这些鱼别都烤了，给我熬个汤吧。你要吃啊？我自己抓的鱼，我不能吃啊。能，是什么让不爱吃东西的祖宗开口要吃了呢？是你这能美容养颜的鱼呢，还是我这个咸鱼呢？多嘴。人间美味，不对，仙界珍馐。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鱼啊？外表酥脆，内里软糯，又鲜又香。你的汤好喝吗？你自己尝。简直好喝的舌头都要掀掉了。又去谁家宝库打劫啦？来，快把这个吃了。感觉身体暖洋洋的。
还有多少伤？这儿，还有这儿，好多伤。方才是我处理的太轻了。如果知道那些东西这样伤你，就应该让他们死得惨一点。好啦，别生气了。重要的是我们已经脱险了。今天的事情，让你害怕了没？不怕。都这样了还不怕？那我应该说害怕吗？你看，你的伤口愈合的还不错。可是我还有好多内伤呢。其实，还有一种方式，可以让你的伤势恢复得更快，就像当初你治好我那样。哦，你说的神教啊？不止这些。你在做什么？我要被烧死！这就是我日日夜夜在承受的灼烧之痛。你不用怕，有我在这里，以后不会有任何人能伤你。这样的疼痛也不会再有。你若是疼痛难忍，可以向我倾诉，不许忍着。下一次若再像这般受伤，我就杀了你。让你也舍不得。你的智力告诉我，你心疼我。
师长们，灵山上所有被灵力破坏的地方，皆有司马胶和灵火的气息。看来他这次的矛头，依旧是指向您呢。真是没想到啊，这司马胶重伤未愈，竟还如此的狂妄。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话，恐怕其他的灵山都会落到百峰山那样的下场。来人，掌门有何吩咐？速去召来10几名高修为的弟子，前往五峰山加强防备，不能让任何人再次跨入。是。袁公主，这五峰山有我师氏一族的极为重要职务，你随他们一同前往，替我守住五峰山，一有异动，立即汇报。是。父亲，灵火并不在五峰山，难道您是想瓮中捉鳖？这袁彻定是有备而来，那我们便将计就计吧。我们就是要利用袁彻这个诱饵，将司马胶诱至五峰山。我会带着弟子在那儿潜伏。好。哦，对了，父亲，那藏有灵火的太微山也需要多加提防，孩儿带亲信暗中前去护卫。你可一定要注意隐匿踪迹啊，务必要守住太微山的防线。待我们擒住了司马胶，换了他的血，便可找时机融合星生灵火了。掌门，叶公主来了。让她进来。是。你先去准备吧。是。叶公主，明日你随我一同前往五峰山，那是你带着你的族人返回魔域的大好机会啊！这次，你可要拿出你最大的诚意来。司马胶在五峰山，他设下的局，他一定会去的。师祖，袁彻来信了。请随灵力指引前行。鱼上钩了。什么鱼？是千缕吗？你不必忧心这些。我想知道。念九，你快告诉我。这施家灵山地域呢，甚为广阔，即使师祖转换了诸多傀儡人前去寻找，亦要耗费不少时间。所以，师祖便故意让袁彻以他的灵力破坏施家灵山，这样就可以引起施千缕的戒心。哦，如此，施千缕必会派人前往灵火藏匿之处加强防备。我们只要悄悄跟着他的人，便能找到新生灵火所在。你留在这里，我去就回。不，你伤口还没有恢复，我也去。虽然不一定能帮上多大忙，但是我同你一起，总比我一个人胡思乱想要好吧。只此一回。走。袁公主，我施家随行弟子已就位。好，随我前往五峰山。是。一切都准备好了。回禀掌门，弟子已召集300高修为弟子与您同行。旭儿，你那边情况如何？已准备妥当，孩儿随时可以带亲信秘密前往太微山。很好。